前世已不可追，如今我只想查清楚当年魔族作乱的真相，给大泽山诸多亡灵一些慰藉，也该还阿英一个清白。神君不是拜托凤元陛下去劝凤凰了吗？怎么会没有效果啊？凤元差人回信，他说那凤凰当真执着，一心想要查明当年之事。小神君当初不是让我退婚了吗？如今为什么又回头对凤凰牵肠挂肚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妖皇陛下，凤云长老，我家殿下今日要会见玉峰仙尊，邀您同去。我得先去一趟梧桐岛，你去人界梨花小屋，告诉燕爽，我晚些就到。是。弘毅，咱们殿下也太有魅力了吧！一个是青池宫的神君，一个是玄晶宫的妖皇，他们不仅身份尊贵，还一个比一个长得帅。你说咱们殿下最终会选择哪一个呢？那肯定是这妖皇啊，他可是咱们殿下亲笔写信请来的呢。要我说呀，傻子才做选择呢，咱们殿下两个都要。对呀，啊，神君不可。那神君不可。凤云长老，那为何不拦着刚才那小子？陛下说了，今日是查妖皇林森一案，无关人等非请莫入。我们神君为查此事已有1000年，怎么会是无关之人？殿下特意嘱咐，只准妖皇入殿。这是缘起神君当时查到的线索，虽然有所收获，但是并不能证明阿音的清白。玉峰仙尊当年可曾受过伤？那日，弘毅逃离锁仙塔，曾与我有过一战，这个伤疤是那时候留下的。哎呀，走。这确是我炎火掌留下的伤，需数日灵力才能恢复。可即便佩剑没有被盗，受伤后的仙尊也绝不可能有法力杀死妖皇。这点后来我和缘起分析时也想到了。当时不想再因弘毅伤我一事导致矛盾激化，所以受伤一事并未公布。当时仙界已经布下了大罗结界，如果没有仙族的帮手，青林怎么可能做到轻易地接近蓝风帝君，而没有引发任何的动静？难道是凤鸣？以凤鸣之先例，他要做到这一切，太过于勉强。这仙族之内，必有比他实力更雄厚的内应。缘起神君已经通知我，他会很快找到证据，想必离真相水落石出那一天已经不远了。神君可是查到什么了？他细节倒是尚未与我沟通，但神君说他自有安排。既然凤凰与神君都在彻查此事，依我看，不如一起合作，群策群力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由老夫我。多谢玉凤仙尊，不必了。我凤影一向独来独往惯了，不惜与人合作。
不过不日我将会重启这桩千年旧案，届时还请玉峰仙尊鼎力相助。这是老夫分内之事。对了，弘毅，你去找燕爽，待到时机成熟之时，需他到天宫一同对峙。好。完了，我与燕爽今日有约，我给忘了。今日？那你还不赶紧去？哦。难不成阿九忘了此事？罢了，我自去寻他。哎，红月，燕爽殿下，你别等了，我们妖皇陛下有要事去办了，他让我来告诉你一声。他去哪儿了呀？陛下去梧桐岛找凤凰了。他何时去的？一大早接到凤凰的信就去了。那他有说何时回来吗？没有，我看今晚是回不来了。你也别在这等他了。梨花小屋就在人间，你继任英王后，一样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不用陪我在这里虚耗。这千百年来，终究是虚耗了。弘毅，你心里是真的没有我，也好。这就当做他给我的答案吧。燕爽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看我带了什么？燕爽，陛下，陛下，燕爽呢？他大约是往城里那边去了吧？城里？燕爽公主，多谢怜惜仙君相助。能帮得燕爽公主一二，是怜惜的荣幸。我碰巧今日与人间好友相约在此作画，就见你像失了魂一样的站在雨里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也罢，我不再多问便是了。
这些都是你画的画啊？我能看看吗？好你个灯胡子，竟然打燕爽的主意！阿九，你给我松开！怜惜，说，什么企图？妖皇陛下，我在人间观景作画，碰巧遇见燕爽公主在街上淋雨，便上前相助。相助？那你画的什么？我一看便知你心怀不轨。小仙在白鸟岛寿宴上见过燕爽公主后，确实对她的落落大方印象深刻，甚想结交。若说有憧憬之情，那自然是有，但确实不敢有非分之想。白鸟岛时候就惦记上了，还说没有非分之想？够了！你来这儿就是为了找事儿的是吗？不是，你不是说有要事相谈吗？没什么大事。燕爽，我非有意来迟，只是我与凤影确实有要事耽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回梨花小屋我再跟你说。知道了。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不重要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雨还没停，在下送你回去吧。正好我想去鹰族画些风洞石。画什么风洞石？我跟燕爽熟，我送。以后离这些不熟的仙君远点，他们就没安好心。凭什么你让我远离我就要远离啊？我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有几个朋友你了解过吗？我与怜惜仙君一见如故，相交甚好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你对我一无所知，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燕爽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襄阳两界本就关系不好，我作为仙界鹰族公主，本来就不能老去你们妖族，难免落人口舌。风言风语我已经听够了，为了妖皇你的名声，也为了鹰族，我从此以后不会再去找你了。我还以为你不在乎什么仙妖之别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便如你所愿吧。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保重。走。父，你怎么能强行驱动内丹提升仙力？若是万一有个闪失，便会功力溃散；若是伤到内丹，便会断了仙根。这么做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本想着有遮天伞庇护，就能够晋升半神，没想到失败了。晋升半神谈何容易啊！如今要想快速提升仙力，恐怕只想办法另寻仙界内丹了。这仙界难道还有其他灵力极强、已故仙君的内丹？已故的没有，
可活着的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反正那些仙君的资质不如你，根本成不了神。与其让他们庸碌一生，还不如为你所用。这样，他们也算不白活一场。让我取其他仙君的内丹，父王，您这是让我修魔？哎呀，这只是一种修炼的方式罢了。绝对不行！我作为代天帝却修了魔，这岂不有违天道？若是缘起和凤影知道了，他们岂会放过我？再说我这么做又如何对得起蓝风对我的信任？只要你守住道心不入魔心，你还是那个如假包换的帝君啊！别人只看到你功力增长，谁知道这个秘密啊？一旦踏上捷径食髓知味，要守住道心谈何容易？舒儿，父王，难道？没错，我确实用了此法。如今我的仙元已经完全恢复，功力也比以前增进了不少。虽然我修炼某功，但只要我隐藏得好，就无人知晓。你不是也没看出来吗？父王，您这么做将我置于何地？我若处置您，那便是不孝；我若不处置您，那便有失公允。舒儿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这千年来，我若不尽快修复仙元，又如何内外周旋帮你保住地位？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，你为何非要偏偏选择修魔？父王这一生自知天命，也没什么抱负，可你不一样啊！你是出类拔萃的天之骄，你是我族最后的希望。可偏偏摊上我这个仙元尽损的废物父亲，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就诚惶诚恐。为了不连累你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可是都没有效果，所以我才……舒儿，你再想想，蓝风的身体放在玄冰关中，为何千年不腐？那都是父王在用魔气滋养。父王修习魔功也是为了帮你复活蓝风啊！魔功可以复活蓝风？对，魔以万物为基，自然可以复活万物。父王不会骗你。舒儿，父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青衣，你历练回来了。我是回来了，可是小师姑呢？她可还没有回来。我看你心里啊，早就把她给忘记了。我刚才来的路上，可都听说了，你日日赖在凤凰这里示好求欢，我想想都替小师姑感到不值。青衣啊，长大了，如今越来越懂事了。亏我还喊你一声小师叔，你真是没救了！得让他知道，青衣回来了。小师姑，你已经走了1000年了，小师叔他已经变心了。我只恨我自己打不过他，没能跟你出气。小师姑，我有好好听你的话，日日都在努力的修炼仙力，一时也没有偷懒。你放心，我会一直守着山门，不会让魔族打扰师父、师叔，还有大家。哎，这是我记得我小。
怎么了？刚才还鬼哭狼嚎的叫我，如今见到我，记不起来了？你是阿英小师姑。我在人间游历的时候，一直在寻找丽姐的你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。我还特地拉住每一个爱喝梨花酿、爱吃绿豆糕的姑娘，问她们是不是你。行了，都多大了，还哭鼻子？梨花酿给我尝尝。嗯，我尝尝。青衣与那水灵兽阿音有同门之谊，万一在凤隐面前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引起误会，那小神君与凤隐的姻缘恐怕又要出岔子了。必须得让凤隐知道，那阿音对小神君来说什么都不是。我不知道青衣跟殿下说了多少，但小神君秉性纯良，从不妄生杀念。那水凝兽毕竟是死于他剑下的同门，小神君一时心软，才会难以接受这个现实，才会对此颇有顾念。这么说来，神君对这水凝兽，并不像外界传言那般维护。外界都是以讹传讹，整个三界还有谁比我更了解小神君？那阿音毕竟与魔族不清不白，又是害死大泽山满门的罪人。小神君坚持找他回来，其实也是想查清当年的真相。苦等千年，只为公案。自然，小神君毕竟也是意志坚定的真神。那阿音再会使手段，神君也从没把他放在过眼里。当初可是神君亲手斩断了对方的情念，我敢保证，神君对他没有情，只有恨。让我走？为什么？青衣好不容易回来，我们大泽山同门才刚聚在一起，我好歹也算是大泽山的一份子，你就让我留下吧。我没有耐心再陪神君玩一时兴起的把戏。什么叫一时兴起的把戏？再与神君说一次，我是凤仪，不是阿英。你不要再用阿英的过往来纠缠我了。那我们就以缘起、凤仪两个新的身份重新结识，好吗？凤云，送客。神君，哦，神君不送。长老，小神君。这到底是出了何事？凤族为何这般没有规矩？姑姑，你为何在这儿？我是为了小神君的终身大事着想，特意来找到凤隐。你跟凤隐说了什么？这三界啊，总有好事者乱传你的谣言，我怕凤隐误会你跟阿英过去的关系，特来澄清，告诉他你对那水凝兽除了怜悯，半点情愫也没有。姑姑，我之前说过没有？我感情的事情你不要再插手了，你为何就是不听呢？小神君，我只是一心为神君好呀。我看姑姑还是在青石宫太闲了些。正好，最近东海山魈肆虐，我看姑姑不如去趟东海，把山魈之乱给平定了。有了这些正事，姑姑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闲心了。
什么？做卧底？那我堂堂神器面子何在？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神君知道凤隐就是阿音之后，就被冲昏了头了。为了讨他欢心，居然让我去套浮尘剑的话，同样都是神器，凭什么我要做这么掉价的事？小神君啊，这办法好。你看，如今神君得救的法子已有眉目，这不是盼着良好合一吗？之前在司兵殿，就老听阿英说，有什么事办不到了就找浮尘剑。我当时就羡慕啊，有这么一柄神器，确实可以省去主人不少事。罢了，我呢也不爱强人所难，毕竟很多事情呢也要靠天赋。谁说我不行？你们也太看不起人了！去就去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，我元神剑不光打架厉害，做其他任务也是最强的。哼！小神君，今日已是第7日了，赶紧闭关吧。你是出类拔萃的天之骄，你是我族最后的希望，可偏偏他让我这个仙元尽损的废物父亲，每想起这些我就诚惶诚恐。我以万物为基，自然可以复活万物。蓝风，非我为父亲网开一面，这世上除了你和他，便无人这般爱护我。千年来，父王为淑儿做了许多牺牲，淑儿却未能为您分忧，唯愿您及时收手，莫要一错再错。天地之争在即，各路势力虎视眈眈，还请父王照顾好自己，与人打交道时多加谨慎，千万不能被人发现端倪。我就知道我女儿会护着我，放心吧。等父王成为仙界之主，父王就让你尝尝这天地宝座的滋味。报！启禀孔雀王，大泽山弟子青衣回青池宫后，并未返回人界，而是在天宫挂了职。留在天宫？是。可知他们有什么谋划？那青衣任职的地方是司兵殿，那些仙气难缠得很，弟子一直未有机会潜入其中打探消息。罢了，一个青衣也不足为惧。你给我盯紧了青池宫，有任何异动，即刻汇报。今日这梨花酿，一点也不香。他不会永远都不来找我了吧？算了，是他先发脾气的，我才不找他。
你来了，今天挺好看的。阿九，要不要一起游天河？喂，可不是我想找你的，是凤影有事让我交代你，我才不得不跟你说话的。看完记得回复我啊，我在梨花小屋等你。趁各路人马齐聚缘起寿宴，凤影欲重启1000年前真相的调查，届时需要你上前作证，说出当年所见真相。若是我成功洗脱冤屈，算你大功一份。我妖族宝贝任你挑选。以月，不是我在梨花小屋这几个字，他看不到吗？红颜霜，你等着，绝效！殿下，寿宴已准备妥当，各仙官与洞府掌教也陆续抵达。缘起神君来了吗？神君他还未出现。殿下，要是神君今日真的不出席，也无妨吗？我华叔发出去的请帖，岂有收回的道理？若缘起不来，找个借口掩饰过去便是。最重要的是要维持住与青池宫面上的关系。就算寿星不出现，排场已经坐下了，众仙也不会发现那里的真相。凤影想重启对当年案件的调查。我好不容易才从浮尘嘴中得知，他们商量要在天宫寻个契机。契机？你通知青衣去天宫参加我的寿宴。哦，可是主人，你不是对寿宴不感兴趣的吗？此一时，彼一时。你真的要在寿宴上宣布1000年前的真相？1000年来，仙界早就把大泽山灭门和蓝风被害一案盖棺定论，认为是魔族跟妖勾结。虽然缘起查到了一些线索，也下令延伸当年阿英的清白，众仙嘴上不说，心里却认定了是神君徇私。缘起身为神君尚且如此，你此番面临的困难可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。你真的决定了吗？徒儿决定了。提及当年往事，细节我知道的更多，也是时候将仙妖两界与魔的问题仔仔细细的理一遍了。说的没错。姑姑，快坐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想在寿宴上重启当年案件的调查，特来助你一臂之力。
我的事情不用他人相助。但你不是特地找弘毅帮忙了吗？为什么我不可以？你怎知我找了弘毅帮忙？缘起既然来了，就让他把话说完再聚也不迟。这是混元云珠，是我用混沌神力将观世境的碎片炼化所得，可以通往过去，查明真相。神君既有这云珠，为何不早些拿出来？这是一件半神器，我也是刚炼制成功，只是现在气灵还不稳，若是稍有不慎，还有可能会侵蚀自己，这也是我不敢轻易用它的原因。我怕你会受伤。既然你已决定在寿宴上重启案件，那时用它定是最好的时机。凤爷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跟你站在一起。多谢神君，那到时候就借云珠一用。不过，其他的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告辞。我这个徒儿啊，公私分明，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该夸他呢，还是不该夸他。你这个孩子也是执着，你们俩呀一样的倔。是吗？还傻笑什么？还不快去追？哦，告辞。这个美丽啊！哦，对啊，山花真好看，哎，真好看啊！这个，好香啊！真不错。帝君，梧桐岛凤凰到天宫了，那我们要不要去迎迎啊？知道了，让仙士们好生招待着吧。本尊操劳寿宴，诸事繁忙，此处还有诸多宾客，实在是抽不开身。怠慢了凤凰，请他见谅。是。帝君，您这秀阳殿内的香金牡丹，当真是倾城绝色。别说这天宫了，就是整个仙界，都再也寻不到如此美艳秀丽的花了。要我说啊，这满园的牡丹，竟没有一朵能比得上帝君的书丽。可不是嘛！再过不久，天帝之位就将选拔任命，届时凤渊陛下会将天地印玺交由华书帝君。这繁花盛开，景象虽美，又怎比得过这天地之姿呢？此事还未最终落定，诸位休要妄言。几位仙尊，还有三山六府各位掌教都亲自去南天门营了。这些德高望重的仙长很多年都没有出来了，凤凰一来他们就去了，我们也快点去吧。那咱们去不去啊？不知道。凤营本是晚辈，有劳几位前辈在此相迎，实在是惭愧。凤凰年纪轻轻，便有了平定两界纷争之位，我等十分钦佩。况且凤族上承神界，凤凰继位，于理我等就应该来拜贺。只是此前凤凰为免繁琐，才去了这些麻烦的礼数。今日一见，这道礼就再也少不了了。那就感谢诸位前辈抬爱，请。请。姐姐，我刚刚四处瞧了瞧，那边好多仙君都过来了，说要迎你，叽叽喳喳的，跟几百只鸭子一样，吵死了。你要不要赶紧避一避啊？这般想见我，那便就去见见吧。咱们也去吧。许久不见，这前面有很多店。是啊，这边。坐吧。好，来，咱们坐会儿。请来。这好香啊。
这是谁呀？看着通身神力，竟是比华叔帝君更高尚一筹。觉得到底是谁？青石宫阿宇，梧桐岛凤欢，见过华叔帝君与诸位仙君。是凤凰，是凤凰。拜见凤凰。诸位女君，请起吧。我一向随意，日后见了，不必行此重礼，一般礼便可。谢凤凰。华叔有一事要禀告凤凰。凤渊天帝与元启神君在1000年前就已命我为代天帝，掌四海之广。为遵谕令，日后不能以臣礼相待，还请凤凰海涵。但是按照天宫律令，凤凰见了天帝也该行礼才是。华叔帝君虽是代天帝，但是天宫对他的礼制，均按天帝规格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应当向华叔行礼？我不过是提醒凤凰，别忘了天宫的礼仪。那就多谢你的好意了。礼仪自然是不能乱的。不过华叔帝君，见凤凰而不拜，是你之意，还是孔雀王之意？凤凰此话何意？今日寿宴，孔雀王定会来吧？孔雀王见了凤凰，依礼也是要叩拜的。华叔帝君身为孔雀王之女，届时难道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父亲跪拜吗？方才华叔帝君言，1000年前受命于代天帝。本皇在梧桐岛孤陋寡闻，尚不知天帝的谕令诏书可还在，可否拿给我看一眼？虽未颁下诏书，当年的谕令也是有史可循。凤凰这是在质疑天帝陛下吗？既拿不出诏书，便称不上这仙界之主。我凤族数10万年来均受百鸟朝拜。若你现在不再称我为皇，那我必当要给我凤族一个交代。要么你拿出谕令诏书，要么孔雀一族因你之故不得再为百鸟之臣。你，华叔帝君如今贵为代天帝，可以暂不为我梧桐岛之臣，但孔雀王和你的族人却难逃叛主之名。你我之事，为何要扯上父王和族人？我孔雀族人从无轻慢凤凰之意，你这是欲加之罪。看来你这是要彻底与孔雀族割席了。也好，若是日后成功登上天帝之位，便也就罢了。可若是没有，你又当何去何从？若不叛族，那他族人将因他背上叛主的骂名。要我说啊，干脆低头认个错，向凤凰参拜算了，何必呢？对呀，就是。帝君，要不您就跟凤凰道个歉吧，凤凰定不会追究的。帝君，大局为重。百鸟岛华叔拜见凤凰。罢了，倒是扰了大家的雅兴了。左右行的不过只是虚礼，做做表面功夫而已。如今你这不情不愿的样子，倒像是我在故意寻你的不是了。今日之事我不再追究，
不过要提醒华叔帝君一句，愿你记住教训，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，莫要再来挑衅本皇。华叔谨记凤凰教诲。请起吧。缘起哥哥，参见神君。不必多礼，各位女君请起。谢神君。凤族上承神界，凤凰位比天地。仙族见而不叩拜者，为天地而已。受天地御命而尊帝位者，如今天下，为凤渊天帝而已。凤凰随性大度，不要拿天宫的繁文缛节说事，并不代表旁人可以随意轻慢。越是身居高位，越应该懂得遵循礼节，不是吗？华叔帝君，神君教诲的是，凤凰，看在神君的面子上，请恕我刚刚的鲁莽。今日之事不再追究，又何必搬出神君的面子？看来神君还有些话，不对，教诲要与华叔帝君说。失陪了。哎，这不是，就是哎，这一会儿走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青睐帝君吗？怎么反倒跟着凤凰走了？是啊。哎，阿玉，我来吧。渴了吧？谢谢哥哥。无妨。神君不妨去别处歇脚。啊，别处好像也无处可去。我倒是看凤凰这里也不是很挤，不如一同小坐一下。好茶。莫要以为我找你见了件法宝就可以蹬鼻子上脸了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，不要再烦我。哎，傅爷，我其实是想跟你商讨一下一会儿寿宴的事情。参见神君。众仙免礼。神君，吉时快到了，凤凰那边，要不我遣个仙士去催一催？不必，他向来喜欢迷路，左右这不过是场宴请，等等他吧。禀神君，近日我观察天河星象，见神君命中红鸾星动，似有良缘出现。说起神君的红鸾星动，咱们昆仑表亲里正有几位适龄貌美的女君尚未婚配，神君正当盛宴，不知可愿意纳几位妻妾入秦池宫服侍神君？不必，仙尊盛情，本君心领了。神君这是不愿意娶妻呢，还是有了意中人？孔雀图腾就要显现了。
回凤凰。诸位仙君免礼。什么情况？无事，只是来的时机刚好。天降异彩，看来神君的命中人正是凤凰。神君乘混沌之力而生，庇佑我下3界1000余年。华叔谨代表仙界，感谢神君恩德，恭祝神君与天同寿，福乐绵绵。客套话就免了。感谢帝君与各位仙尊对这次盛宴操持。一会儿我还有贵客要来，请帝君与天宫诸位与我一同招待。神君客气了，既然是神君的贵客，华叔定当好生招待。妖皇，你不能进去！妖皇殿下，你不能进去！妖皇殿下，你大胆狐妖！今日神君寿宴，尔等敢不请自来，实在猖狂！灵殿仙尊，率天兵将他们拿下。慢！妖皇便是我所说的贵客，大家莫要动手，伤了和气。神君这是为何？妖皇此次前来是为了调查魔族一事。魔族？哪里来的魔族？对啊，就是哪来的魔族？是啊。近日本皇与妖皇一同查出了诸多端倪，何况这1000年前魔族挑起仙妖大战，此事尚有诸多疑点，何不趁此机会将此事说个清楚？1000年前，虽有魔族在从中挑唆，可妖族所犯之罪也是事实。弘毅不仅是杀害蓝风的凶手，也是屠戮大泽山的祸首。此事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既认定妖皇就是凶手，可拿得出证据？当年我与众仙君在观世镜中亲眼所见，难道还会有假吗？华说天帝，能否确认观世镜中的凶手正是妖皇？凤凰又没有亲身经历此事，有什么资格谈论真相？凤凰没有亲身经历，但有亲身经历之人。大泽山的人怎么来了？大泽山弟子青衣，作为1000年前灭门之祸的苦主，想必我应当有这个资格。恳请天宫重新调查我大泽山满门被屠的真相，还我山门一个公道。当年可是天宫11位上仙亲眼目睹那妖皇追杀于你，难道还有其他说法不成？当年诸位所见的确不假，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事实。我肯定，妖皇当时是被魔族所控，才会做下这一切。我也可以证明。幸得妖皇在最后一刻恢复神智，以寂灭轮自伤，我和青衣才能侥幸逃生。我赞同凤凰重启案件，还大家一个真相。本尊附议。1000年前，魔族偷我佩剑，杀了妖皇林森，使我蒙受不白之冤。顾玉峰，恳请天宫彻查此事，还我清白。蓝风帝君和前妖皇之死，都是青灵所为。他故意嫁祸给我和玉峰仙尊，就是为了激化两族矛盾，引起仙妖大战，魔族便可坐收渔翁之利。
没错，青林在天宫来去自如，定有仙族相助。若此叛徒不除的话，则后患无穷。还请天宫能够一并捉出魔族内应，还三界安宁。当年罗刹地一战，青灵在仙界的帮凶就是阿英。没错，而且那水凝兽阿英进入密库后，库中式神花被盗，还被咒入了大泽山。除了他，还有谁能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？那阿英是神君当年在大泽山。住口！你们是定要将这与魔勾结的罪名死死摁在阿英头上吗？正好今天所有人都在，我们便一同来看看真相。这是我用破碎的观世镜炼化的混元云珠，只要有足够的灵力，此云珠便可以打开混元观世阵，回溯到过往任意时空。届时便去那现场一探究竟，即可真相大白。正好，我已将灼影轮重新炼化，借助青灵的随身法器，很快便能定位到他所在的时空。此阵法需武尊令牌护持，加上混沌神力，即可转动时空。今日武尊、神君都在此，正是打开混元观世阵最佳时机。追上！恭送蓝风帝君。果然是凤鸣。走。原来是凤鸣和灼影轮偷走了噬神花，把凤鸣带上来。先找青灵。看那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神姐，我求你，你知道聂日他对我有多重要？不要！
仙界，愧对阿音女君。消失了，对方用了宁云山结界，果然是青灵童脑偷了剑，嫁祸给玉峰仙尊。可惜我们没有看清楚凶手的长相。去蓝风玉骸之日看看吧。青林帮凶，掩护青林来去天宫偷走我佩剑的，定是此叛徒。怎么回事？不好，阵法损坏了，神君他们有危险。风影姐姐，怎么回事？好像是阵法出了问题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既然你这么想要这宁云山，那我就看在弘毅的份上，给你这个面子。原来宁云山是古今用这种办法拿回来的。他为了帮我，怎么可能？啊！凤羽呢？我这边没有。去那边看看。我师妹阿英因为我折损了自己的寿元，我要炼丹救她。我知道贵族的灵羽雀冠上有一枚万年飞兽内丹，所以此次前来是想请殿下出借灵羽雀冠一游。恐怕我父王和族人……只要殿下愿意出借，无论什么条件，古今都会答应。这是一方代表承诺的寓意，日后殿下若是需要古今帮忙，拿出这份意蕴，古今定当义不容辞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我们得赶紧出去，这阵法可能是撑不住了。我们合力化作玄光冲出去。小凤君，姐姐，小师叔，你没事吧？
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红衣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说，是不是你将噬神花种在大泽山，还勾结青灵杀害蓝风帝君？不是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，为蓝风报仇。帝君节哀，凤鸣他罪恶滔天，自有天宫律法处置。如今他还有诸多事情并未讲清楚，并不是惩处的时候。帝君，凤凰说的在理，凤鸣罪行累累，定当由我天宫一一清算。就算您再悲愤，也暂且忍耐一下。等他招供完罪行，我要亲自动刑。凤凰，噬神花种虽然是我盗取的，但的确不是我种下的。我更没有杀害蓝风帝君，是我一时利欲熏心，与魔勾结。但是我做的一切，只是想得到火皇玉，阻止你回归，好保住我在凤族的位置。其他的种种，真的不是我做的。本君之前便下令声明阿英的清白，你们始终扯不下面子，不愿意承认当初之过，非要找一个罪人让自己心安理得。今日所有人都在，也都看到了云珠回溯中当日的情形，你们应当知道，阿英不是罪人。本君宣布：第一，大泽山弟子阿英，仙界御封仙尊，与妖皇弘毅，乃是魔族阴谋中无辜受害者。即日起，仙界再有人散布谣言，本君定不轻饶。第二，大泽山覆灭，蓝风、林森遇害之案，帮凶尚未归案，本君一定一查到底。现依律将凤鸣施以雷刑，关入天牢候审，直至找到帮凶。魔族利用蓝风遇害之案、妖皇遇害之案，离间两族关系，大泽山覆灭，大泽山弟子阿英蒙冤而死，罗刹帝亡灵无数，三界将共同悼念并忏悔。本君希望即日起，两族放下1000年前的仇恨，重修关系，避免再交奸邪利诱。谨遵神君律令。啊，听说李神君新得了一个宝器，走去看看。行啊。哎，鹰王，天霜，双儿，你跟妖皇有话要说？没有。哎，没有，我不就迟到了一次吗？哎，快走吧，他们都等着呢。凤凰，你找我？我在云珠当中看到蓝风帝君在青龙台替你收过。当年的关世镜是你华书动的手脚，是我又如何？我不过是答应帮狐族一个忙罢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愿说出真话。你不过是想借此事
除掉那个碍眼的阿英，对吗？总之这件事情并未造成多大影响，你休想拉我下水。并未造成多大影响。你可知彼时的狐王身体已被青灵占据？你此刻竟还敢说出，你做的这一切，并未造成多大影响。不过你也不必惊慌，既然蓝凤帝君也查出与魔无关，也替你受了过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我自然不会旧账重返。那你到底想怎样？因我敬重蓝凤帝君为人，他既一心要护你，宁愿自己受罚，也不愿说出真相。我自然是尊重他的选择。不过今日我来，是想告诉你，你最好是好自为之，莫要辜负了他蓝凤帝君对你的一片深情。凤吟与蓝风从未谋面，为何他会顾及蓝风的情面？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你方才在乱流中被伤了，我看看。无妨，让我看看吧。乱流的伤很难治好。疼吗？有劳神君。你可还好？刚才旧事重演，我担心。冤死的阿英得以洗冤，有罪之人得以昭诛，并无什么不开心。但你本不该承受这些，我本应该照顾好阿英。我现已相信神君是真的想帮死去的阿英查清当年的真相，我愿与你合作。真的吗？仅此而已。也好，我正好有一事想与你商量。凤鸣使用仙法，惯用手是左手，但刚才那个种下噬神花的仙君正好相反。虽然凤鸣没有说谎，但并不代表我们无法从他口中套出新的消息。看来神君与我想的一样。凤鸣受完天雷，刚从青龙台下来，我们去找他问个清楚。受完这9天玄雷之劫，不死也丢半条命了。和魔勾结，这辈子恐怕就交代在牢里了。走吧。我不能死，我已经努力了数千年了，我绝对不能在这种地方度过我这辈子，不行，我可以带罪立功。自会有人帮你引开蓝风，你只需要找机会调换这个剑就可以了。至于密库中的观世剑，你大可放心，定会抹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任何痕迹。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他可以对天宫的观世镜动手脚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引得贤善他们师兄3人离开大泽山即可，剩下的事情我自会找人办。
是不是？一定是他释放魔气，谋害神君。是他！快来人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谁跟我们勾结了，我知道是谁了！我要见元启，我要见！我等办事不力，请神君责罚。是被魔气所伤，是魔符，竟不知是何时种下的，已让他仙缘尽散了。此修魔者派一真半神至今，没有半点气息，且动作如此迅速，此人可能就在大殿之上。此事是否还有其他法子？凤仪，鹰王，燕爽，你怎么也在？我陪父王来谈公事。我听说凤鸣在牢里被杀了，魔气所杀。我们今日正在商议此事。能在天宫有如此快的动作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我们盘查完了昨日所有仙君的行踪，并无任何异常。此凶手比我们想象中要狡猾。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揪出藏在仙界里的入魔者。自古魔气与神光相斥，凡体内藏有魔气者，在神光的照耀下都无所遁形。只是要想神光降临，需要有妖仙两族之半神结为姻缘，届时神界将以神光作为贺礼，凡复婚仪者，不管是妖仙，都可以沐浴神光，提升修为。可这数万年以来，仙妖不和，矛盾颇多，此法子怕是行不通。仙妖半神成婚，天降神光，此等千万年难遇的好事，即便众仙妖不慕，也必会前来祝贺沐浴神光的。如若有人不来，那就大有可疑了。他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。他心里其实一直住着别人。你明知道他心里念着别人，为什么还心甘情愿的苦等？如今，凤凰与妖皇都是半神之躯，又是一个是仙，一个是妖，两位可愿意以结姻缘之机一试？此法子行不通。我没意见，我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弘毅，我的意思是这办法可行，你我成亲做个样子，主要是为了揪出藏在仙界的修魔之人。我说了，此法现在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了。凤仪，现在三界都知你与弘毅交好，之前胡王弘若也的确向你们梧桐岛提过亲，你和弘毅成婚不会被怀疑的。燕爽，你都说了此修魔者已经半神，再这么拖下去会后患无穷，不能再犹豫了。你们成婚吧。是啊，
想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二位能侍从大局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啊，凤吟，还是你在担心缘起那边啊？跟他没有关系。那好，我与你成婚。这一次，就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。等事情结束之后，我定会向三姐解释清楚。哎，这么客气，成婚之事我来安排。不过，给缘起的那份请柬，我亲自写。